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败局。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讲这种专题性的这个内容了啊。那么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新闻太多了，所以我们攒吧。那么我希望能够尽量的有时间，可以尽量的做这种规模的总结性的这种议题啊。那么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议题：地缘政治。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地缘政治因素啊。中美交恶开启了新时代的冷战。2018年，川普政府启动中美贸易战。到2020年，中美关系进入冷冻时期，双方进入了全面的对抗的状态。2021年，拜登总统就任，那么采取了更复杂的对华政策，重新定义中美关系为竞争关系，辅助于对抗和合作。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取消了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并开始建立新的战略联盟，对抗中国的影响。新冷战开始，那么新冷战的模式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啊。我们要讲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首先要讲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决定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的主要的背景。5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阐明中国的立场。习近平说，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这话虽然不长，但是其实非常完整的反映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困境。2点，第一点，中国利用联合国这种既有的国际政治平台实现自己的政治进程的局面已经不存在这个局面已经不存在，这第一。第二，美国逐步恢复了和他的盟友的合作，在各个地缘政治领域形成了对抗中国的联盟那么过去10年，中国做了3件事情。第一，利用西方开放的系统对西方进行全面的渗透。第二，利用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平台推进自己的政治进程。中国甚至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成理事，直接废掉了这个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形成的这种政治压力第三，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进行区域性、地区性的扩张西方国家对此茫然无所知，所以中国一切进展顺利。美国是从奥巴马第2个任期的后半段开始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威胁，所以奥巴马政府其实当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因为奥巴马的任期结束了之后，川普政府直接改变了美国的国策，奥巴马的那些政策全部都被终止了。所以呢，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的全球战略，美国从国际政治舞台回撤。那么这个行动加快了中国扩张的进程，也提高了中国的自信心因为他遇到的障碍很少。那么疫情的全球性的爆发，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带来了3个后果。第一，巨大的人命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这是第一。第二，中美关系翻盘，川普政府全力以赴地对抗中国。第三，西方国家开始警惕中国这3个后果。真正让美国感到威胁，
并非中国实力的增加中国实力增加其实是量的积累，但它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改变而是中国在增加实力的过程当中，中国试图建立以中共独裁政治为基础的新的地缘政治秩序。那美国真正感到威胁的是这个，因为当中国在建立以中共独裁政权为核心为基础的这种新的地缘政治秩序的时候，也就是在颠覆二战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建立的既有的国际政治秩序。那么这是战略性，这也是根本性的，美国当然不能忍所以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再接再厉一方面调整美国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修复和盟友的关系。短短半年时间，地缘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就陷入了苦战和孤立那么新华社我刚才念的这篇稿子就是习近平和古特雷斯的通电话的新闻稿，你可以看出习近平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奈和窘境那么新华社还找来了一些人来为这段新闻稿做新闻评述他找了些什么人？你看一下你从这些人的阵营你想一下，为习近平背书，肯定要找一些有分量的人物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些人能看出中国的这种孤立第一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马丁内斯，这已经是这4个人里总共4个人，这个4个人里面最厉害的。当然这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也是个很厉害的大学，但是毕竟分量有限嘛那么第二个是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长这个西沙姆齐迈提，巴基斯坦哈姆达尔德大学教授这个穆因巴特拉伊，塞尔维亚塞中友好小组主席不是组长，小组会有主席奥布拉多维奇。那你可以看为习近平背书的这4个人是这种分量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学者所以你可以见到中国的这种孤立的情况。那么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大国有哪些呢？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大概是这些国家从态势上来看，美国的优势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是它具有全面的实力它的实力非常的完整，也很全面。它是现行的地缘政治秩序的主体，也是它的维护者那么所以它是处于守势，因为它维护嘛，你维护一个秩序当然是守势。它的弱点是什么呢？它的弱点是内部统一不容易形成内部统一的意见不容易，也很难聚焦经常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因为你维持局面的人总是要解决问题这是从态势来说，美国方面是这样。那么从中国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是什么？非常聚焦，非常一致，它没有内部的不同意见它基本上想就是独裁嘛，你怎么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它的弱点是什么？地缘政治实力不足，它是个光脚的，美国是个穿鞋的，所以呢，中国是既有秩序的破坏者，所以它是处于攻势，就美国处于守势，中国处于攻势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局来自于2个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美国不断的在拉拢，就特别是拜登政府美国不断的拉拢这些地缘政治的大国做他们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推动这些国家改变对华政策，站到中国一边，这是一个力量。第二个力量是中国在印太地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啊。那么正是这股力量，美国是拉拢这些人，中国是咄咄逼人的去推进它的地缘政治、外交和安全政策，反而把这些地缘政治大国推向中国。所以这两股力量，我为什么讲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败局？原因是这两件事情同时在发生的时候，中国地缘政治就出现了败局。我们从哪里开始讲？我们先从欧盟讲，欧盟很重要，欧盟也很关键，欧盟是地缘政治的大国啊。那么欧盟不再天真啊，那么欧盟缓慢地意识到中国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啊。最新的新闻，欧盟驻中国大使玉白5月7号在欧洲日活动啊，就是北京啊，在北京的这个活动，对欧中关系表达了最新的看法。他说，欧中虽然加强对话，也完成了投资谈判，就投资协定的谈判，但双边关系和意见分歧日益增加。希望中国尊重欧盟，不回避多项议题的关切。啊，玉白当着欧盟各国来宾和中国的副外长秦刚表达对欧中关系的看法。玉白说，欧盟及中国完成了长达7年的谈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欧中关系即使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下，仍然不足以克服基本价值观日益增加的意见分歧。这个话说的其实虽然很婉转，但是其实非常的严重啊。他说，欧盟并不软弱，也不高估自己，而且对地缘政治现状有务实的看法。欧洲人充满希望和雄心，去面对一个更安全、更平等的世界。啊，玉白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玉白的话其实很清楚地表明，对欧洲来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和安全的政治基础。这就是欧盟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过去3-4个月，欧盟态度转变得非常的快，欧盟逐渐离开中国，转向美国的根本原因。欧盟开始慢慢的明白。那么七国集团5月3号在伦敦举行2年来的首次面对面的外长会议，会后的联合公报对中国进行了谴责，措辞不强硬，但立场很坚定啊，要求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七国集团的官员还讨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的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的行为。那么今年2月，意大利政府上台啊，其实七国集团达成一个这样的联合公报，反映了什么？其实反映了美国做欧洲工作的成功，基本上是成功了，就是已经实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啊。可以通过七国集团这次外长会议可以看到这个结果。那么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3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意大利啊。这3个国家的改变，实际上正在改变欧盟的立场。先说意大利，今年2月份，意大利新政府上台，他对中国的政策也越来越强硬啊。4月份阻止了这个中国收购意大利的半导体公司，而且在半导体、汽车、钢铁开始进行投资审查。所以意大利原来在整个欧盟当中，意大利原来是非常亲中的啊，但是这场疫情让意大利非常的痛苦啊，因为意大利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国家。然后是德国的立场改变是根本性的，也是改变欧盟立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德国外长马斯3月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制中国和俄罗斯。他说，
国际局势的变化让西方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复存在，而且正在走向对抗啊。那么所有人都认为，默克尔9月份这个离任之后，那么他的下一任政府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啊。这是德国、法国。法国其实跟中国一直是有意识形态上的激烈的对抗啊。那么，然后中国驻法国大使在这个小流氓啊、喷子啊这些事件，引起法国的国内的轩然大波啊。所以呢，甚至法国召见这个驻法大使卢也啊。所以中法关系其实一直处于很紧张的状态。那么，当德国、法国、意大利这3个国家转变了它对华政策的时候，欧盟的政治立场也开始改变。那么，欧盟其实它的政治架构很独特啊，它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脆弱，因为它有27个成员国，27个成员国要协调立场不容易，所以它的反应会比较慢，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协调立场。那么同时，他又面对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你想一下，英国的脱欧对欧盟其实是个非常大的打击啊。那么，所以对于欧盟来说，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对欧盟很关键，也很重要。这是欧盟的基本的政治基础。所以你可以知道，当川普政府支持英国脱欧的时候，欧盟是多么的愤怒和无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伤害非常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要对欧盟好话说尽的原因。欧盟对华的警惕，对中国的警惕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开始。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那么出的一份文件承认，中国是欧盟的合作伙伴，也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啊。然后呢，法国、德国、英国开始分别加强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啊。那么，当然，最大的动作，欧盟最大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定啊。那么去年年底，中欧投资协定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积极推动之下，在12月31号签署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那么这个投资协定被视为美国就是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上的胜利啊。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到了5月4号啊，这件事情发生了改变。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兼贸易专员这个东波罗夫斯基啊表示，中欧投资协定的核准工作已经暂停啊。这件事情对中国打击非常大啊，这意味着中国是通过它的，我们经常讲美国经常讲中国的用经济胁迫。什么叫经济胁迫？就是中国就是用它的国内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来对其他国家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中欧投资协定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牵制绳，我们叫战略牵制工具。那么用中国市场对欧盟形成一个制约啊。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暂停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对欧盟最重要的战略牵制工具啊。那么所以呢，原因是什么？直接导火索我们背景是讲欧盟慢慢的认识到中国对现有政治秩序的破坏会最终伤害欧盟的政治利益。但是直接的导火索是3月22号，欧盟跟英国、美国、加拿大联手制裁新疆官员，4名新疆官员啊。那么原因是新疆的人权状况。
然后中国迅速的做出回应，对欧洲10名个人，包括欧洲议员、学者和4个实体啊，其中包括这个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智库啊，进行制裁。那么中国的做法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啊，这非常的鲁莽，这个外交从外交上来说非常的鲁莽，然后这就是中欧投资协定泡汤的直接原因啊。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先后宣布派遣军舰通过南中国海行使这个航行自由的权利。欧洲已经开始逐步的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了美国的航道，所以美国跟欧洲的合作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突出啊。那么这是欧盟。第二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中国翻脸啊，翻脸到什么地步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如果大陆武力犯台，澳方将履行支援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以支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他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是很简单，如果海峡两岸发生战争，美国出兵，这个澳大利亚也会出兵，就是这么意思啊。因为他们之间签署了一个叫太平洋的安保条约啊，他们有一个太平洋安保条约，所以只要美国出兵，澳洲就出兵。你像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自己亲口这么表达，所以中澳之间的关系已经翻脸到一个这个地步了。那么5月6号，中国宣布无限期暂停与澳大利亚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啊，这是发改委的声明里面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啊，什么叫某些人？就是联邦政府，你去说的联邦政府就好了，还说某些人，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的举措啊，就这意思。那么4月下旬，澳大利亚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的2份协议。然后5月3号，澳大利亚的新任国防部长达顿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开始就中国蓝桥集团对北澳达尔文港的租赁协议进行安全复核。那么这个协议可能其实也是不是叫可能，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那么会有澳大利亚政府会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取消这个协议啊，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达顿4月份还说，不应该低估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啊。然后你可以看啊，澳大利亚跟中国的这种关系已经到了，它甚至比美国走得更前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从2018年开始，2018年澳大利亚禁止这个华为参与5G 网络，中澳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2019年发生了什么？2019年发生了王立强间谍案，然后澳大利亚开始着手清除来自中国的渗透，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转折。其实转折点是从2019年开始啊，到了2020年，中国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开展国际调查，那么中澳关系就开始真正的翻脸了啊。然后中国就对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包括澳洲煤、葡萄酒、龙虾、大麦等啊，那么采取这个惩罚性关税啊。那么本来呢，澳大利亚在大洋洲，跟中国不挨着，中间隔着一个南中国海，距离是非常远的，距离很远。
它不像印度，印度跟中国接壤，也不像日本，日本就以一带水啊。那么日本离台湾只有一百公里啊，所以呢，其实它不需要选边站。但是你可以看中国跟澳洲的关系，它没有直接的冲突，它其实没有直接的冲突啊。但是中国的这一系列的反应，你可以看中国的反应，就澳洲每做一步，它就往前推一下，你再往前推一下的话，澳洲再往前走，再走一步，双方的翻脸其实是和中国完全不退让的这个政策有关系啊，就是它是操作层面导致的，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很清楚。日本在域内，我们叫区域内，东亚的区域内，它回避不了。你比如说台湾，台湾面对大陆这件事情，它无法回避。但是澳洲不是，澳洲它在另外，它在域外，中间隔这个南中国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在对外政策的这种操作上，导致了中澳关系的这个破裂。当然还有一个，从本质上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或者是价值观的问题。本质上，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都是无法接受专制政权，所以如果对方向你施压，然后你最后发现你不靠他的时候，你就会顶回去，这就是发生在澳洲身上的事情，所以澳洲就顶回去了。澳洲顶回去，其实双方翻脸，就是澳洲也觉得我不靠你，你靠我好吗？所以澳洲很强硬，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澳洲。新西兰，新西兰呢是目前这个五眼联盟中唯一一个跟中国交好的国家啊。那么，但是新西兰现在开始转变啊。那么，新西兰议会5月1号一致宣布，中国新疆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当然他避免用这个种族灭绝啊。那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5月3号表示，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的增长和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这个调子已经不一样了。然后新西兰的外长啊，这个外长其实原来发表了一些很亲中的言论，他4月30号说，希望和中国建立更成熟的关系啊。然后他说，这种关系不仅限于双方的贸易关系，还应该给彼此之间分歧留有空间和余地，特别是人权问题。这话说得非常的婉转，但是这也意味着什么？新西兰在对华政策上在转大弯啊，在转大弯。这是第三、第四，印度。印度最新的报道是，印度连续几个月暂停批准进口这个中国的 WiFi 模组，导致了什么呢？导致戴尔、HP、小米、OPPO、vivo 和联想等大型厂商推迟在印度推出的产品啊，不让，因为 WiFi 的模组呢来自中国的厂商啊，你有中国厂商的 WiFi 模组不行，为什么？安全风险。然后印度电信部啊，5月4号，就是等于把这个华为和中兴通讯排除在5G 通信实验里面的名单里面，然后你不参加5G 通信实验的话，你就没办法提供设备，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中兴通讯跟华为踢出去了啊。然后5月1号，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叫中国长安网，在一条微博啊，就是这个印度点火，中国点火，印度点火的这个标题啊，它主要是要突出这个印度的失败，抗疫情的失败和中国的成功啊。然后这条微博火了啊，印度网民当然是愤怒啊，然后全球网民非常激烈的反弹，这就一系列
这一系列的事件反映什么？中印之间的关系的现状。但是其实真正让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是去年发生的边境冲突啊，这个边境冲突非常的关键。其实印度在此之前，印度对华政策是非常的摇摆啊。那么美国非常积极的拉拢印度啊，甚至澳洲甚至英国都在拉拢印度，希望印度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印度态度一直在摇摆，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在四国集团，就是四方对话机制这个问题上，印度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加入，因为大家很清楚，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对抗中国的。但是去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之后，印度就不犹豫了，直接就进入这个四方集团啊，叫四方对话安全机制啊。那么去年8月份，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之后，印度有个民调啊，这个民调说什么呢？60%的印度人愿意参战，如果中印之间发生战争的话，90%的印度人支持永久禁止中国的手机程序，并终止与中国公司的合同啊。所以印度呢，去年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59项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手机软件，包括抖音、微信、UC 浏览器等等啊。那么就算是最近印度疫情大爆发，中国一直在向印度喊我们愿意帮忙，我们愿意帮忙。印度到现在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作为2个人口大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否则很难相处啊，很难相处。能够维持是最好的结果。你可以看什么呢？你可以看美国跟加拿大。当然，加拿大人口相对美国来说少很多啊，但是它毕竟也是个大国，也是地缘政治。加拿大其实是地缘政治的大国，它的角色跟谁很像？跟澳大利亚很像，所以它五眼联盟嘛，所以它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他们很难相处，但是他们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它是盟友，所以它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结果。你看，但是中国又把它搞砸了，把中印关系搞砸了啊。日本，我们讲日本，第5个日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他的这个推特账号发了一个修改自日本的这个浮世绘的版画，叫神奈川冲浪里，把它改成什么呢？改成讽刺日本这个把核废水排入海中的这个决定啊，一幅这个画，这个画是讽刺日本的这个行动。日本政府呢就向中国抗议，要求这个删帖。这个赵立坚不仅没有删帖，反手把它置顶，这反映什么？反映中日关系啊，中日关系已经翻脸翻到大家已经互不掩饰了啊。那么4月17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美国和美国总统这个签订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呢，触及了中国所有的核心利益啊。声明对南中国海、香港、新疆的问题表达关切，强调台海和平安全的重要性。这个联合声明反映什么？这个联合声明标志着日本正式加入了美国反华大合唱啊。那么这个结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啊。日本加入美国阵营啊，那么有3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中日是世仇，好不起来。所谓的中日友好是面和心不和啊，中日关系是好不起来。我们讲中日是世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中日两国价值观对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也不可能选择中国，它只能选择美国。这是第二个，就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因素。第三个，前面第一个是历史因素，第二个是价值观的因素，第三个就是实际现实，政治现实。政治现实也不允许日本选择中国，而不选择美国。为什么？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维持和平宪法的条件，没有日美安保条约，就不会有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如果你是和平宪法的话，你这个国家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个不设防的国家，基本上所以也就是说，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的基本国策那么日本的战略利益在哪里？在美国那一边，所以日本没有选择，一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只不过站的姿势、站的程度、站的具体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日本对中国的防范其实从2010年就开始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就是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TPP 之后，日本把 TPP 改变成为 CPTPP， 叫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确保其他的11国签订了协定然后确保了现有的亚太地区的贸易秩序。那么而且 CPTPP 为美国保留了位置，这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美国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日本没有做这个动作，美国现在非常的被动，因为有 RCEP 已经成型了，RCEP 已经成型了。那么好在 CPTPP 也成型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价值的动作然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动作更早2007年安倍晋三在他第一个任期访问印度的时候就提出来，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组成自由繁荣之弧度，因为这4个国家是一个弧形来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所以安倍晋三很厉害2012年的12月，安倍晋三又提出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的构想，但是没有得到这个美国的反应，因为当时美国没有，他们的关注点不在这边，所以安倍晋三的这2个构想就是后来的4国安全对话机制，也就是现在的4国集团。所以日本在这件事情上看得更远，走得更早那么你可以看到日本现在的选择和中日关系已经掰掉了已经掰掉了。然后就是菲律宾跟越南，菲律宾跟越南对中国的不满日益加剧当然这里面有一点，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他一直是选择站在中国一边，但是中国干了一件事情非常恶心的，就是派了220艘武装渔船跑到牛轭岛就在牛轭岛聚集形成一个实际占领的这种局面，对杜特尔特就非常的恶心，因为他其实是想倒向中国，但是中国一点都不给他面子，这是一个局面。所以菲律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这个菲律宾的外长美国国防部长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进行了讨论双方讨论这个国防合作的措施，包括增强对南中国海威胁态势的感知进行了讨论。但是菲律宾的态度其实很复杂呢，他既不想跟中国对抗，甚至想拿点好处，但是中国只要在南海一动，
中国只要在南海一动，就碰到谁？就碰到菲律宾跟越南。所以菲律宾还在摇摆，他希望能够走中间路线，中美之间谁都不得罪。但是真正的菲律宾是不喜欢中国，这是菲律宾。越南呢，这2年相对中越之间相对平静，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一份报告说3月份那份报告说，过去2年，越南在他控制的南中国海的岛屿已经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准备防范来自中国的攻击。所以越南的态度非常清楚，不翻脸，不惹事，看形势怎么走啊。这是这几个国家，你可以看，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方向，所有的地缘政治对手都跟中国翻脸了都已经全部翻脸了啊。那么目前对中国态度友好的是哪些国家呢？韩国、蒙古、俄罗斯、朝鲜、缅甸、老挝、巴基斯坦，还有中亚的几个国家跟中国关系很好。这些关系好，对中国主要的战略方向来说呢，其实这些国家都不太重要，起不到战略支持的作用。就算是俄罗斯都不行，甚至朝鲜的作用比俄罗斯大。所以很多人老觉得中国跟俄罗斯结盟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你看中国的战略方向，俄罗斯在中国的北方，并不是中国主要的战略方向，而且俄罗斯的这个位置，没有国家需要它的战略方向，所以俄罗斯现在它是已经被边缘化的原来的一个地缘政治大国，它想发挥作用，只能是在一些事件性的危机上发挥作用，它并不能发挥地缘政治大国的这种作用。好，虽然中国仍然是第2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但是它现在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它既定的战略扩张和破例进程，我说的破例进程就是针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建立的2战后的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就是中国它的政治进程是要破坏这个格局，建立它自己的格局，这种破例进程将难以为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情况、问题、观点、情绪4个，好吗 ？OK， 明谢 ，Stephen Chow， 谢谢二师兄，谢谢杰西蔡，谢谢 Kathy 王，谢谢 Helen， 谢谢Jane 王，谢谢恭喜王老师订阅超过25万。自从美国大选以来，我就成为王老师的忠实听众，今年也加入了会员大家庭，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Linda 丁，谢谢，谢谢王老师每天2次节目辛苦了，谢谢你。Stephen 徐，谢谢，恭喜王老师订阅超过25万，谢谢。HJ1985，谢谢，恭喜王 Sir 订阅超过25万，谢谢。大 data day two 枪day two 枪是什么？枪庄吧，是不是姓庄？data day two 庄从王先生分析学到很多，谢谢。好，观点。眼下的地缘政治态势是 evil won't stop until it's stopped 邪恶在被迫停下来之前不会自己停下来。自由世界终于醒过来了，非常正确就是这一点呢，我还是觉得川普总统的贡献非常的大
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帮助全世界认识中共，这一点川普的功劳，值得大家称赞啊。提问：中共的地缘政治为什么只考虑自己的扩张，一点掩饰都没有？习的红旗插遍全球，他是准备怎么插遍全球？一带一路啊，南海岛礁啊，岛礁的这个填海啊，用他的经济实力去做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啊，钱在他手里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拜登政府对中共政府官员的对抗降级了？比如对林郑月娥家属制裁的取消？谢谢解答。我不知道，他有他的考虑，但是降级我不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对抗有很多因素，决定对抗的措施有很多方式。我们不能够只看口号的声音大小，要看实际的考虑所以，这不是我能解释的观点对中西对抗并不乐观，今后的世界可能是国家的概念会逐渐弱化，世界分为两个阶层，有自由和资产的世界人和没有自由的土著人。在中国，世界人就是赵家人，西方就是资本所有者，就像今天的赵家人的资产也在西方一样。这些西方的资本家有无数的权益在其他地区需要维护这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受到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观念的这个影响产生的看法我觉得这不 make sense 我不读了提问：一带一路出炉的时候，就感觉是典型的土共，一边吃现有国际秩序的饭，一边砸这口锅。另一方面，土共对国人不许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这是多么的无耻的双面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不明白呢？不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提问：中共吹嘘几千年历史，请问王老师，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历史上有比较好的时候吗？地缘政治的概念当然是近代史以后的概念那么近代史以前有没有地缘政治的概念？应该还没有因为地缘政治是二战以后建立的一个这样的秩序，所以才有地缘政治。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地缘政治？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没有地缘政治，只有外族入侵，那跟地缘政治没有关系观点：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文革，邓小平发动了改革开放，习近平又发动了文革，中国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一个人决定国家的命运，非常正确。我同意观点：大学时老师曾问我们文革是否会再来，我们都说不可能。结果老师问，如果号召大家可以随便打倒贪官，最终会怎么样？大家都不说话了。现在想想，目前的社会状况，真的感觉毛骨悚然。那个时候是江执政时，现在就开始，现在你看中国国内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准文革的状态。你可以看习近平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进程，就是文革，这跟文革没有太大的区别。文革很多人认为文革就是红卫兵，这是对文革的误读。红卫兵只是文革的一小部分。为什么？红卫兵是中共的工具，或者是毛泽东工具，用完了就上山下乡，后面继续文革。没有红卫兵的文革，它的时间更长，部分更大。所以大家要全面理解文革。文革其实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对人民没有底线的攻击，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攻击，就对中国人民
他们之间有权斗，那只是一部分，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就是针对中国人民的全面性的攻击啊，没有底线，完全没有底线，从肉体到灵魂啊，从社会组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全面性的攻击啊，所以这个红卫兵是文革的标志，但是它只是文革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啊，文革的对中国人的伤害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峰啊。情绪昏招迭出的中共外交，其实已经体现出其内部决策的混乱，或者根本就是全部都撅着屁股等圣旨。又一次的全球孤立，真的不知道对于中国普通百姓又意味着什么。想想1978年以前中国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真的觉得害怕。中国现在你可以看习近平那个讲话，你就知道啊，墨西哥、巴基斯坦还是谁？我看一下啊，这几个国家什么鬼？你可以看啊。那当然，对于新华社来说，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你不得找一个啊？你看啊，墨西哥、埃及、巴基斯坦、塞尔维亚这种级别，只有这种级别，所以所以他在外交上其实已经陷入了相当的孤立啊。观点：中共军方从上到下腐败到极点，买官卖官成风，他们根本没有心思打仗，更没有心思对抗美军，只会欺软怕硬，欺负老百姓，对外只敢张牙舞爪，天天吹嘘自己的实力，让外界认为他不可预测，以达到迷惑美军的目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提问：我以前听过王老师关于汇率波动的原因节目。我们做外贸，目前非常苦恼，材料价格疯狂上涨和汇率摇摆不定的问题。5.1过后，汇率从目前的6.4下降到6.7，下降到6.4。请问人民币升值和中国政府强硬的外交有关联吗？我觉得把人民币汇率上升跟什么有关系？跟美元最近的波动有关系。美元现在全世界的钱开始慢慢的向美元资产流动，所以呢，理论上来说，人民币汇率会偏软，但是它往上走，它往上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要对抗，它想对抗这种趋势，说明资金外流的压力对人民银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所以外交上强硬没有关系，是跟资金流动有关系啊。它基本上是想做一个对冲。观点：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内容很大一块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非常正确。所以他们不可能跟自由世界国家缔结政治联盟，否则就会丧失政治合法性。他想缔结这种政治联盟也缔结不起来呀。你要知道，双方是基本上是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和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上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政治上也是对立的。他怎么可能形成政治联盟？是不可能形成政治联盟。至于说他能不能自洽，没关系。中共掌握着舆论工具，所有的媒体都在他手里，他说行得通就行得通。中美建交，你想想看，当时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中国180度大转弯，一转就转过来了。中国人民有意见吗？中国人民屁意见都没有，为什么？没法提意见，怎么提意见？我们天天骂美国美帝国主义，结果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跑到来访问，然后这个上百万北京居民夹道欢迎，一夜之间把北京的这个道路给
扫雪扫干净，连夜扫完就干什么？欢迎他，讨好他，有自洽问题吗？没有。中国的老百姓在外交，其实中国老百姓在任何政策上面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中共来说，他根本不需要考虑中国民意的问题，民意在中国手里就是捏来捏去的一个泥巴而已，所以这个不需要考虑。他想跟西方国家建立政治联盟，他很想，最好明天就跟这个欧盟签一个政治联盟的协议，跟日本签，没有国家愿意跟他签，怎么会有人跟他愿意签这种政治联盟？怎么签？怎么写？基于什么？基于什么？不会有政治联盟。提问，请问王老师，这种地缘政治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是否有可能在民意的支持下，某个国家如捷克甚至澳大利亚与台湾正式建立邦交？谢谢。我觉得如果就算是捷克或者是澳大利亚，都会跟美国商量吧。美国现在有没有改变这个政策？我觉得美国没有改变这个政策，所以美国战略模糊这个政策不改变，我觉得这些国家没必要做这个动作，对吗？除非美国改变了，比如说美国要改变他和台湾的关系，甚至美国可能说我现在就跟中国翻脸摊牌，我就和其他国家商量一下，比如说你说捷克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他们要跟台湾建交的这个动作，肯定一定是和美国协调过的，和美国没有协调之前，他不会做这个动作。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不觉得现在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非美国做出了战略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美国就要做战略性的改变，我们上一个专题有讲过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还要坚持战略模糊？其实有一个点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我们考虑的是一个静态的动作，就是战略模糊有利还是战略清晰有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战略清晰更有利。为什么？战略清晰可以形成战略威慑。美国现在做很多动作，其实都是要形成战略威慑。但是只要你战略清晰，你动作不用做，你已经有战略威慑。你现在派军舰去，派航母去，走来走去，费劲巴拉的，不就是要形成战略威慑吗？但是你一战略清晰就战略威慑，所以战略清晰比战略模糊好很多，100倍，这个不夸张。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点的是什么？由战略模糊转变到战略清晰，这个动态会产生风险，这个风险不可预测，这是美国为什么不愿意改变的原因。美国就想，我就维持着我也有能力维持现状，而且我用维持现状作为一个号令，盟友更容易接受。所以美国现在为什么会维持战略模糊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政策由这个政策变成这个政策，这个过程有战略风险，美国不想面临这样的战略风险，他的盟友也不想面对这种战略风险，所以美国一想，那我就维持呗。所以以战略模糊为前提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清楚，澳洲也好，捷克也好，不会做这个动作，除非美国改变。提问：前几天密西西比州给中南海发了法院传票，为疫情求偿。请问王老师，依你的判断，以后别的州和国家也会群体效仿？这是一个政治表态，效果就没什么意义，因为联邦法院不会立案，因为还有个豁免权的问题。提问：联合国有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其中，有些对中国不利的决议就经常无法通过。请问联合国是不是应该设立一个回避规则？如果某项议题和某个常任理事国有明显的利益关系，就让该国回避不参与决议，
由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参与做决议，你这个规则呢就通不过，对吗？你说是不是？对吗？提问：联合国目前的体制架构内有没有可能废除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没有。所以现有的架构想改变，可能性是零，可能性是零啊。除非它形成美国能够推动，也是很难，也是很难。它就最后就否决你，你没办法啊，这就政治现实。观点：澳大利亚不在南海议题上顶撞中国，而是在台湾议题和美国站队。美国既想维持对台战略模糊，但又透过澳大利亚间接表达战略清晰。这件事情，美国应该在中间有操作。南海问题它不是域内国家，所以它不在南海议题上顶撞中国。因为为什么用顶撞？南海议题澳大利亚没有 position， 所以他不提，因为跟他没有，他不是域内国家，他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他有提出南海议题的本钱，对澳洲来说，我觉得他提出这个议题的意义不大啊。提问：澳联邦政府撤销北领地地方政府与共方签订的协议，从国际法和国际商贸规则的角度讲，请问王老师，澳的行为是否有理？当然有理。他刚刚通过一个法律，他是去年年底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联邦政府有权撤销地方政府签订的各种协议，就是针对这个的。所以国内法优先啊，国内法优先，所以它是以国内法为前提撤销的，这跟国际法没有关系。跟国际法和商贸规则，国际商贸规则这个角度，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国际商贸规则讲的是什么 WTO 吗？啊，跟 WTO 没关系，主要还是国际法。国际法，你一个地方政府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签订的东西，那你肯定要服从国内法，对吧？提问：从国际通信规则看，澳联邦政府撤销，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国内法优先的啊。观点：在澳洲的眼中，中共已经在侵略澳洲了。中共收买澳洲政客，干预学术教育、洗脑等等，澳洲其实是在自我防御。观点：当英欧日澳印，印太列强更坚定而明确地驶入美国的航道时，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立场才会由模糊转向清晰。美国人很聪明，他在等那个势。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对抗，只有无下限的恶、独裁和自由独立的民主对抗。东方有民主，就在宝岛台湾，那日本也是民主啊，韩国也是民主啊，所以没有东西对立，这个话是对的啊。观点：缅甸作为中国战略要冲实在太重要，但由于亲中的民主派渐渐不听话，所以中共必须在这样的重要时刻制止，便有了目前军政府的政变。西方国家如果强力制裁，会把军政府完全推向中共。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印度作为缅甸的邻国，对于中共在自己周围形成的包围圈也十分的苦恼。西方国家会支持印度、日本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作用，但印度因为疫情自顾不暇，未来实力上更强大的军政府可能会得逞。OK， 请问王老师对凤凰卫视目前的状况有何评价？没有啊，原来是一个假洋鬼子啊，假洋鬼子就是假冒充洋鬼子，但其实是土八路。那么现在这个冒充都不冒充了，直接就是土八路了啊，基本上就这样。凤凰卫视就有一个这样的性质，就是原来呢是穿着礼服的土八路，现在礼服脱掉，直接穿回这个叫什么灰军装的土八路，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华为5月17到18号全国渠道大会在深圳举行，往年都会受邀参加者提供酒店，这次全部自费，连晚宴都不搞，没钱了。提问台湾今天又一个梗图，国民党的马英九说，蔡英文政府领导的民进党政府这1-2年来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比他当总统的时候还多，所以他说这个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更严重啊，所以蔡英文比国民党更亲中卖台。然后蔡英文的图片中被设计了一个神回复，蔡英文说这表示我们站着赚钱，比国民党跪着赚钱赚得多。请问王老师对这个看法如何评价？马英九对台湾的情况实在是不了解啊。他说的那个数据我看过啊，就是说今年台湾出口大陆的大幅增加了30%多啊，将近40%吧，我印象中是这样。那马英九拿这个说事儿，说这个台湾经济现在对大陆更依赖，所以你不是说你要不依赖吗？你看你说了半天，结果更加依赖。然后台湾经济部有个回复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大陆对台湾的依赖。为什么？因为台湾出口增加的是什么？增加的是芯片啊，这些电子配件。大陆非常依赖台湾的这些电子配件，包括这个芯片，所以不是台湾对大陆依赖，是大陆对台湾依赖。经济部说，马前总统对形势不掌握啊，就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你觉得美国重返 TPP 的进程大约在什么时候会有实质性进展？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我觉得这底下都在忙活吧，你说呢？啊，应该都会在做这个动作了。但是活得干，得一步一步干啊。观点：中共在外交上的大塌方，对内的文革化很可怕，但目前国内好多老百姓还沉浸在经济的繁荣与抗疫的成功。自由世界要战胜强权主义，也需要1团结，2一定程度上的自律，3加强基础建设。拜登与习式外交已经成功的把墙外自由世界团结起来，但后面还要加强经济的建设，提高生产力，才能真正的打破高墙。对，同意啊。我觉得老百姓沉浸在繁荣和抗疫层，不是啦，你们不了解啊。其实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真正中国的底层其实现在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困难。只是这些困难不被媒体报道，大家看不到而已。老实讲呢，你们看到的是能够翻墙啊，能够往外跑的这些人，都不是那些我说的面临困难的人。所以这一块，你去各个城市去转转就知道。当然你不能天天在饭馆里待，你天天在饭馆里待的，当然看不到这些情况啊。中国老百姓沉浸在这个繁荣当中的这是个虚幻的假象。情绪，王先生上期节目说到，大陆有人逃避计划生育，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叔叔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畜生都不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没有人知道，还不知道有多少。就叫杀女婴，杀女婴是有中国传统。那么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加剧了杀女婴的现象啊。观点：关于昨天义和团的专题，其实慈禧不傻，她根本不相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只是利用，这就是所谓的民心可用，用完了清算义和团就是民心可杀。我不知道他傻不傻，但是清政府表现出来的行为有愚蠢自大啊。至于他傻不傻，我不知道啊。
情绪过去国民党的底线是共产党，民进党的底线是国民党，如今民进党的底线是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底线却成了民进党，不胜唏嘘。很有智慧的一个比喻啊，非常好。提问：决定一家人肉身翻墙，正在办理澳洲留学中。不过最近的中澳对抗让我很焦虑。请问王老师，最近中共的一系列行为会影响留学政策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焦虑什么。你要去就去啊，这跟中澳对抗没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当然，澳洲会改变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吗？我不觉得澳洲有必要做这样的改变，你说呢？啊？提问：我和我太太都很喜欢王老师的节目。你女儿和我女儿年龄相仿，如果你在国内面对现在这种国内的情况，请问你会怎么样规划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未来不是家长规划，孩子的未来需要他自己的努力。家长不规划他的未来，是他自己规划他的未来。家长做的是什么？家长做的就是帮助他开拓视野，提供他必要的条件。真正的规划的未来应该是他自己，这是第一。第二，当然家长可以提供一些条件，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国际学校啊，你可以让他去海外留学啊，等等。对我来说呢，我的决定就是让他们一起来美国，没有别的，这就是我的规划，我的安排。他面对我的安排也是他的命运，所以我们做每个决定都要非常的谨慎，要考虑他们的意愿，也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啊。提问：巴西总统暗示病毒来自实验室，请问王先生会再讲病毒的问题吗？什么情况下谈？我们的首页，我们频道的首页有一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播放列表，就是专门讲武汉肺炎疫情。那么里面有很多谈到，有专门讲武汉肺炎病毒的来源的，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系的，你可以去看。要谈，除非有新的证据。其实我们谈过几次，包括川普总统在这个，包括川普政府啊，应该是美国国务院关于调查，就是 WHO 调查组去武汉，这个蓬佩奥他们的一个声明，事实清单，你可以看那个节目是值得一看。还有之前我们关于武汉病毒所在病毒泄露方面的问题等等，你们都可以去看啊。除非有新的证据，我也会继续谈啊。观点：印度没有互联网，现在中国战狼外交的表演，印度人都看在眼里。没有互联网什么情况？没有墙是吗？啊，随便上一个印度网站看有关中国的新闻，底下评论都是骂声一片。中国人一味的看不起印度人，其实很短视。印度大量精英都移民到西方国家，在各政府机关和大科技公司占据的重要位置，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各个国家和大财团对中国的决策。中国和印度结仇，以后等着吃苦头。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去看不起印度人，为什么？我不理解啊，印度人一点都不差呀。这就是我经常讲，在歧视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最没有发言权，因为中国最严重的歧视就发生在中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